大家好，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想聊一下西班牙的移民啊。那么或许呢，大家就是在网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讨论西班牙的移民啊。有的人呢，就是把这里呢夸得像天堂一样，就是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都是好，就没有任何的不好。那也有就是反对的声音啊。就把这边呢说的也是一堆缺点，是吧？那么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没有来之前，我也心存疑惑。所以呢，这个视频呢，就我想在我的角度呢，就具体讲一讲西班牙的这个利弊移民西班牙的一些利弊。那其实在我来西班牙之前呢，就我已经来过西班牙，包括欧洲很多次了。那之前呢，主要是在马德里跟巴塞罗那呢，就是有一些拍摄所以就是来这边出差。那么当你真实的就是生活长期的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当然这个跟你短期的来肯定是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这里呢就是最大的一个西班牙的优点就是它的这种生活的节奏这个呢是西班牙它不仅仅就是不同于欧洲，对吧？就跟整个世界讲起来它也算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悠闲、非常慢的一个国家。那么具体表现为哪些呢？是吧？就比如说吧，你在这边就他每天的工作的时间上午到下午，中间的这个下午的2点开始呢，他们是要睡午觉的就有休息的。然后呢，一般到下午5、6点呢，再开始工作工作到晚上7、8点或者8、9点的样子。这个有点跟中国的海南就是有点像，是吧？中国的海南也是到了下午大家就要睡觉午睡另外呢，他们的节假日也是非常的多的。这些节假日呢，也不光是就是大家休息在家里面，像他们的政府就包括这些大区的城市的政府包括这个他们一些小镇的镇政府，都会根据不同的节日组织不同的活动游行在街头的表演放烟火对吧？这些呢也都是非常的常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西班牙的大部分的就百姓吧，还是他们不关心这些什么国际的一些大的事情一些政治的一些新闻他们比较喜欢什么运动你经常可以在这种就是小花园里面每个社区的小花园，你都能看到不少年轻人在那边单杠双杠或者说做一些这种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俯卧撑还有路边都有这些跑步的人，对吧？那么他们这种运动呢，还表现在就是这里可以说是一个足球的世界。所有的年轻的，不管就哪怕是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吧，这些小孩呢，他们都热衷于足球，不管男女他们对足球对吧？在海边呢，还有打这种沙滩排球他们对这些
运动啊，包括骑自行车，对吧？就环着这个公路骑公路车、山地车啊，他们非常热衷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啊，包括在海上，还有这个冲浪啊、潜水啊这些运动啊，他们就非常热衷于此。那么到了晚上呢，他们又去这些酒吧，这里大大小小的全是酒吧啊，喝啤酒啊，喝什么葡萄酒啊，对吧？不管是年老年少的啊，这个大叔大妈，对吧？都要这个喝啤酒、喝葡萄酒啊。他们是很少我看到有人喝什么可乐呀、纯水啊，对吧？基本都是啤酒，要不就是白葡萄酒啊，香槟很多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我觉得是他这种生活节奏呢，就是非常的吸引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住的这个区域呢，它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度假的区域，对吧？那么从像什么荷兰啊、德国啊、挪威啊、瑞典啊，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英国包括一些欧洲北部的一些国家，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年老退休的他们呢就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度假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去买一些房子或者租个房子，就长期养老生活过着非常这种悠闲的生活，是吧？那么在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对吧，也算是一个就是发达的国家吧，它的这种就是度假的地方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热闹的城市，对吧？可以说它是一个像小镇或者说像一个这种比较乡村但是呢，像这些度假的小镇和乡村呢，他们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周围像这种该有的这种生活必须的，像药房超市医院都是应有尽有的。它的这些配套呢，都还算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呢，就是除了交通上吧，就是可能你需要自己去买车，对吧？或者说你要就是有一个交通工具其他的这些生活上的一些设施呢，它也算是比较完善的那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生活的节奏，对吧？这种生活的节奏感，它是一个这个国家我认为最大的一个优点。因为你是可能也会说你说我去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是也能够有就是慢悠悠的生活，哪里都有慢悠悠的生活，对吗？但是它不太会就是有一个整体性的然后从这个周围的氛围一直到制定的法律包括就是周围人的所有人的心态都是一个这样比较缓慢的这样的就是悠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他们西班牙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我也说说就是他们的一些就在我看来就是移民西班牙的一些弊端。我觉得呢就是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讲，对吧？就是你像我们就是中国人或者华裔，许多人呢还是有着一种就是要出人头地、努力向上的一种状态。像
我来这边呢，西班牙呢，我也很少看到有韩国人、日本人，都相对来说会比其他的什么法国啊、德国的就比较少一点，甚至在美国的，对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如果是个年轻的人状态，或者说你说你家人你一家人，你把这个年轻的孩子或者什么就带来这里，那么未来呢，他如果就是想在有这种努力向上、奋斗进取的这种想法呢，那这个环境呢，我觉得是有点就不是那么的匹配，因为就是周围的环境呢，肯定会决定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对吧？因为大家如果都不是很着急，都不是非常的卷，那么你想自己一个人，你想努力想卷，这个也是很难的。那么也由于就是这种悠闲的生活的状态呢，那么也导致呢，就是西班牙就目前的这个这个国家呢，它的经济的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就是你的经济不是在一年比一年的快，哪怕你停在那里那其实你就是在不停的退步，对吧？因为其他的国家的经济可能大家在增长的是很多的，那你的这个收入你的购买力就会下降。那么你像在西班牙呢，它的这个人均收入呢，其实在欧洲这边呢是属于比较低的就即使未来呢，就是如果你能有一份工作，那这个收入呢，就是比起其他的这个欧盟的国家也好，或者其他的移民的地方也好呢，它也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经济的一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的景气呢，那么政府的财政的支出呢，它也就在一些公共设施上在一些城市规划上道路建设上那么这一些许多的问题呢，再加上它的一些政府的这种结构吧，那么它的这个政府的设施就是这个一些民生设施一些建设，它的更新是非常的缓慢的，就有可能就是真的会像有些新闻里面说的你要建个桥需要多久，对吧？10年、20年都有可能。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呢，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比较慢悠悠的心态呢，所以呢，你在这边许多办事的这种效率它也就直接就放缓了，对吧？就像你在这边呢，如果你要去看一个医生那么从你去预约，对吧，一直到你能见到这个医生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几周的时间。我这个说的还是一个，就是在你购买了昂贵的保险的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就不是说公立医疗，对吧？公立医疗的话，那就先要通过家庭医生然后再给你去根据你的病情再去安排到具体的医生，这个节奏就更漫长了。那么在你购买保险的情况下面呢，你见到你的医生，然后呢，你的医生给你说你需要这个验血，或者是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测试，那他又给你再约在比如说下一周，然后当你就是到了再下一周，你去验完血了，对吧？然后你去验完一个什么测试了，或者拍了片了，然后呢，你是要再重新挂一个号。当你再挂一个号，有可能又是在下一周或者下2周，你才能再次看到这个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呢，这个时候呢才会给你就是给你一些建议，或者给你安排就是开药，对吧？然后呢，你再拿着这个药呢，就是
跑到就是药房里面去购买。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方式，对吧？那如果说你是比如说马路上你被车撞了，这种它是有急诊的，对吧？你叫救护车就可以了。那像这种就是慢性的这种，就是如果你有些这种疾病的问题呢，你去这么看呢，它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里呢，就是不是每一个这种科室的医生都是齐备的，很有可能呢，就是你住的地方就是要有些科室，有些就是离你是非常远的。那你想，你来来回回这么好多次，对吧？这个是一个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很多这种政府的部门的这个效率呢，就是你办一些什么事情确实也是一个就非常非常慢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的就是可能很多人说我去换一个居留，换一个这个居留的卡，这个给我一等就等个大半年，对吧？导致呢，他有一些自己的出行的安排都是不能够决定就不能够出行，是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许多呢，就是买房的这些伙伴呢，因为大家如果要来移民，肯定考虑未来是要有购房的需求，对吧？这边的就是大多数的房子呢，还是一个非常老旧的这种状态。许多房子里面甚至它用的都是这种瓶罐式的这种煤气液化气，就你一个月你可能就是要定期的去更换这个煤气液化气这种罐，而且这绝对不是一个少数，就是这还是一个大的这个基数新的房源呢是很少的，就你要去购买，它这个房地产这边这个也不是很快，对吧？就你要去购买的话呢，也是需要等待或者说你所在的一些城市里面，它不一定有这个新的房源，就是有，是吧？那么对于很多移民来讲呢，就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比较多的，就是移民西班牙的一些方式的移民，对吧？就是非盈利移民。那么许多中介也好就是办这些非利移民的这些人员也好，他们会跟你说就是你这个非盈利移民呢，虽然规定5年之中他是不能够工作的，然后呢你到来了以后呢，你可以就是1年以后呢，你就可以转换你的居留的方式，去申请一个工作居留，申请一个创业的老板居留，这样你就可以工作生活了，有收入了。那么许多人他这个一听，因为国人的想法就是还是觉得我愿意去尝试，是吧？我愿意就是就是花这个1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把房子卖了也好，或者说他把手中仅有的一些钱也好呢，他就办了这个非盈利的居留，就来到了这里。那么他来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其实发现呢，就是即使呢，就是你去转换了这个创业的居留，可其实你通过1年的时间，你根本就是连语言你都说不会，对吧？就别说就是讲得非常的好，就你正常的去楼下超市买个东西，全程用英语，不是全程用西班牙语跟别人沟通，可能你住了1年都不见得就是有这个沟通的能力更别说什么你去政府办些项目或者看医生什么的这种操作，是吧？那么当你这样的一个语言能力呢
你别说这个你自己创业当老板了，你可能去打工啊，也是不会有人就是会雇佣你的，对吧？尤其呢，就是在西班牙这里呢，它的就失业率呢在欧盟也是很高的，最高的吧，反正不是最高就是第二高，我记得这个失业。所以呢，就是许多人呢，他来了以后呢，他生活了1年，对吧？他也花了就是不少钱。当然，也有很多人他会跟你说他说这个西班牙，他说生活这个成本费用是没有那么高，一个月控制在就是1000欧元左右就是可以的。那根据我的经验呢，就我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我发现呢，就是一般3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呢，在这边的开销呢，就是差不多算上租房子的话呢，差不多是在2000欧元左右2000欧元左右。那差不多就是你1年呢，就是你最少，我说这个是最少的一个生活的开销，不包括什么学费如果你读私立学校或者什么这种学费这种东西我只说的是就是最基本的这种开销是在2000欧元左右。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呢，1年差不多你也要花个3万2万多欧元到3万欧元左右，对吧？那许多人他来了以后呢，他抱希望就是在第2年或者第3年呢，我能够从事一个事业，是吧？去有一个正向的收入。那么根据我的观察呢其实很少，有一些移民呢，他们在一些群里面呢，就是他卖一些什么他们家乡的小吃，对吧？什么饺子月饼馄饨凉皮或者做一些面条这些东西呢，就是在这个通过微信的群里面呢，他去贩卖，然后呢赚取一些收入。那还有一些这些移民呢，他们呢也想通过就是说找一些不是合法的这种允许的这种工作呢，去弥补一下收入。那这个跟当初的其实就是办理这些非盈利移民的这个初衷就是来这边只是一个休闲度假或者说生活是吧？讲了白一点，就是其实别人来这是希望你在这生活居住消费的，增加他们这边的这个 GDP 的，对吧？那就会呢造成一个就是目的跟就是理想呢不一致，对吧？那么到了最后呢，就是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就会选择最后他觉得就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算下来呢，就是他1年，对吧？他如果花这个20多万的成本，那么5年最少，那你也是就是10几万欧元的这个成本。那到了5年以后，你过来移民的人差不多也就30多、40多岁吧，是吧？过了5年以后，差不多也要接近40几、50岁了。那这个时候，即使你掌握了一定的语言的能力就你已经就是20-30万的这个欧元呢，就已经花下去了，对吧？你还能否就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呢？就是继续去承载你的这个生活的费用，或者你创业，对吧？这个都是一个可以推算出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有一些这些移民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也就没有继续成功的留下来，他就选择回去了。
那么反而观之呢，是有一些我发现身边有一些拥有很稳定的退休工资的这些人，对吧？然后呢，或者说他在国内本来就有一些固定性的收入，本来他就有一些商铺有一些房子就可以出租那么他在这面就是纯粹的也只是一个消费，不工作，对吧？过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稳定的这种生活，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压力的，他反正就是这语言我爱学就学，对吧？因为我没有考虑要在这就是长期的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未来，对吧？他只是想就是拿点就是生活嘛，拿点退休工在这边生活。那么这种情况呢，他语言呢也爱学不学的，对吧？那反而这些人呢，他在这里呢就是根据这里的这些生活的一些节奏呢，他反而是比较惬意的，是吧？相对来讲，这些人呢，他的心态呢也非常的随和就比如说，因为语言能力的问题吧，他要去医院看病，对吧？那这里流行的就是你可以找一名翻译，对吧？就是也是我们国内的同胞，对吧？找一名专业的翻译，那么你付给他一些费用让翻译带你去。那往往这些人呢，他们在就是跟这些翻译的合作呢也是非常的愉快的，对吧？就不会有觉得就是这些消费有这种紧张的感觉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吧一个视频也是讲不完的那讲着就时间就变长了。那我觉得这个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吧，反正大概讲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跟劣势。那回头就是我再继续从其他的几个角度呢讲讲有关西班牙的移民，好吧？谢谢。